嫂子，我的手镯真的丢了。林小晴坐在婚礼现场的化妆间里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般滑落，新娘的妆容因此而有些斑驳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那只价值20万的翡翠手镯，是我结婚时婆婆传给我的传家宝。昨天晚上，她专门来找我借，说是想在婚礼上戴着，寓意好。现在她说丢了。小晴，没关系的。我轻轻拍着她的肩膀，声音异常温柔。手镯是假的，不值钱的。她猛地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我捕捉到的慌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天前，当林小晴提出要借我的翡翠手镯时，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。嫂子，我能借你那只绿色的手镯吗？就是结婚时婆婆给你的那只。她站在厨房门口，神情有些局促不安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过身看着她。林小晴今年26岁，比我小3岁，长得清秀可人，是那种让人一看就觉得单纯善良的女孩。自从我嫁到这个家3年来，我们姑嫂关系一直很融洽，她对我也很亲近。你要借手镯做什么？我问。后天就是我的婚礼了，我想带着它，寓意好一些。她低着头，声音很轻。妈妈说新娘子戴翡翠能带来好运。我心里有些犹豫，那只手镯确实很贵重，是婆婆结婚时传给我的，据说是从她的祖母那里传下来的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翡翠质地温润，色泽浓郁，市场价值至少20万。但看着林小晴期待的眼神，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不过你要小心一些。谢谢嫂子。她的脸上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当天晚上，我把手镯从保险柜里取出来，仔细地包好，交给了她。林小晴接过手镯时，手有些颤抖，她轻抚着翡翠的表面，眼中闪烁着一种我说不清的神情。嫂子，这手镯真的很漂亮，她轻声说道。是啊，婆婆说这是传家宝，以后也会传给我们的下一代。我笑着说。她的表情微微一变，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但我很快就把这种感觉抛到了脑后。毕竟她是我的小姑子，我们之间有着血缘关系，我应该相信她。接下来的2天，林小晴一直在忙着准备婚礼的各种事宜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，偶尔碰到时，她总是显得有些心不在焉，眼神也有些躲闪。我以为她是因为即将结婚而紧张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。直到婚礼当天，我才意识到事情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婚礼当天，我一大早就到了酒店帮忙，整个酒店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，粉色和白色的花朵编织成各种造型，水晶吊灯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，空气中弥漫着玫瑰的香味。我找到新娘化妆间，推门进去时，看到林小晴正坐在化妆台前，化妆师在给她做最后的定妆。嫂子，她看到我，脸上露出笑容，但我敏锐地察觉到她眼中的紧张。新娘子今天真漂亮。我走过去，轻抚她的肩膀。她身穿洁白的婚纱，头发盘成精致的发髻，画着精致的新娘妆。但我注意到她的手腕上并没有戴那只翡翠手镯。手镯呢？我问。在包里呢，一会儿再戴。她的声音有些不自然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再问。婚礼仪式在下午2点开始，我坐在台下观看着整个过程。新郎李明轩是个不错的小伙子，在一家
IT 公司做程序员，收入稳定，人也老实。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交往了2年多。当林小晴缓缓走向婚礼台时，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的手腕上。她的左手腕上戴着一只手镯，在灯光下闪着绿莹莹的光芒，是我的那只翡翠手镯。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看来她确实只是想在婚礼上戴着它。整个仪式进行得很顺利，2个人交换了戒指，互相宣誓，然后拥抱接吻。台下的亲朋好友们热烈鼓掌，有人抹着眼泪，有人举着手机拍照。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林小晴的表情有些僵硬，笑容也显得有些勉强。仪式结束后，大家移步到宴会厅用餐，我和丈夫坐在主桌，陪着双方的长辈们聊天。期间，我注意到林小晴几次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腕，神情有些不安。怎么了？我走过去问她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手镯有点松，担心掉了。她笑着说，但笑容很勉强。要不然我帮你收起来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小心点就好。她摇摇头。晚上9点多，婚礼宴会结束，宾客们陆续离开。我正在帮忙收拾东西时，听到化妆间里传来哭声。我赶紧跑过去，看到林小晴坐在椅子上，泪流满面。怎么了？我急忙问。手镯丢了，她哽咽着说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，刚才发现手腕上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你再仔细想想，最后一次看到手镯是什么时候？我努力保持镇静，声音尽量平和。林小晴抬起头，眼中满含泪水。我记得在敬酒的时候还在，后来就不记得了，可能是在和宾客们握手拥抱的时候掉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化妆间里很安静，只有林小晴的抽泣声。她的新娘妆已经花了，眼影和睫毛膏混合着眼泪，在脸颊上留下黑色的痕迹。我们先找找看，可能掉在什么地方了，我说。于是我们开始在化妆间里翻找，地毯上、桌子下、沙发缝隙里，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。没有。我们又去了宴会厅，那里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服务员们正在打扫卫生。请问有没有人捡到一只绿色的手镯？我问领班。没有，太太，如果有客人遗失物品，我们会及时通知的。我们又去了洗手间、走廊，甚至是酒店的大堂，都没有找到。最后，我们回到了化妆间。林小晴坐在椅子上，看起来很沮丧。嫂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她低着头说，我会赔偿的。看着她这副模样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愤怒、失望、心疼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。那只手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件贵重的饰品，更是一份传承，一份情感的寄托。但看到林小晴这么自责，我又不忍心责备她。没关系的，小晴，我轻声说道，可能是我们没找对地方，明天再找找看。她点点头，但眼中的泪水更多了。李明轩这时走了进来，看到妻子在哭，立刻紧张起来。怎么了？手镯丢了。林小晴哽咽着说。李明轩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。什么手镯？就是嫂子借给我的那只翡翠手镯。李明轩看向我，眼中带着愧疚和不安。嫂子，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，我摇摇头。我们明天再找找看。回到家里，我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能入睡。丈夫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。怎么了？他问。我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他听完后沉默了很久。也许真的是不小心丢了，他说。小晴不是那种人。我知道，我说，但心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第二天一早，
我就接到了酒店的电话：太太，我们昨天晚上又仔细搜查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找到您说的手镯。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。上午10点，林小晴和李明轩来到了我家。林小晴还是一副愧疚的模样，眼睛红红的，显然昨晚没有睡好。嫂子，这是20万现金。李明轩拿出一个纸袋，我们会负责到底的。我看着桌上的钱，心情很复杂。钱先放着吧，也许手镯还能找到。我说，嫂子，你不要安慰我了。林小晴哽咽着说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更小心的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奇怪的冲动。小晴，其实我有件事没有告诉你。我说。他抬起头，疑惑地看着我。那只手镯是假的，我轻声说道。房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林小晴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，眼中闪过一丝我捕捉到的慌乱。什么？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真的手镯在保险柜里，我给你的是仿制品。我继续说道，因为担心出意外，所以就用假的代替了。李明轩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但我注意到林小晴的表情很奇怪，她没有如释重负，反而显得更加紧张了。嫂子，你的意思是？她的声音很轻。我的意思是，丢了也没关系，那只手镯只是个仿制品，不值钱的。我微笑着说。林小晴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一种我说不清的情绪。嫂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她问。因为我担心会出意外啊。我说。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。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忽然站起身来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可能知道手镯在哪里。她说。在哪里？我问。在我的包里。她的声音很轻。我想起来了，敬酒之前我把它取下来放在包里了，担心碰到酒杯会损坏。那太好了。李明轩高兴地说。快去找找看。林小晴点点头，但我注意到她的手在颤抖。你不是说丢了吗？我问。我昨天太紧张了，记混了。她说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确实是放在包里了。她为什么要撒谎？林小晴和李明轩离开后，我独自坐在客厅里，心里充满了疑惑。如果手镯真的在她的包里，那么昨天晚上他为什么要说丢了？而且当我告诉他手镯是假的时候，他的反应也很奇怪。一个正常人听到这样的消息，应该是松了一口气才对，但他却显得更加紧张了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下午3点，我决定去保险柜里看看真正的手镯。保险柜在卧室的衣柜里，密码只有我和丈夫知道。我输入密码，打开保险柜，里面放着一些重要的文件和几件贵重的首饰。我找到了放手镯的盒子，打开一看，空的，真正的手镯不见了。我赶紧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翻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我开始回忆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过那只手镯，大概是1个月前。我拿出来清洗保养过，清洗完后我就把它放回了盒子里。难道是那时候忘记放进保险柜了？我又在卧室里翻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我忽然想到一个可能，会不会是林小晴拿走了真的手镯？但是她怎么可能知道保险柜的密码？我又想到另一个可能，会不会是我记错了？也许我给她的就是真的手镯，但我明明记得我是从抽屉里拿出来的，不是从保险柜里。我越想越混乱。这时门铃响了，我去开门，看到林小晴站在门外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。嫂子，找到了，她笑着说，但笑容很勉强。我接过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只翡翠手镯，看起来和我的那只一模一样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这不是我的手镯。我的手镯有一个很小的瑕疵，
在镯子内侧有一个小小的白点，这只手镯没有，在包里找到的。我问：是的。他点点头。昨天真的是太紧张了，记混了。小晴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我轻声问道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嫂子，你在说什么？这不是我的手镯。我说，我的手镯有一个小瑕疵，这只没有。林小晴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嫂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有搞错。我说，而且真正的手镯也不在保险柜里了。房间里安静了下来。林小晴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小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问。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忽然跪了下来。嫂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她哭着说。起来，慢慢说。我扶起林小晴，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。她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，眼泪不停地流。嫂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她哽咽着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问。我把手镯卖了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听不见。你说什么？我把手镯卖了。她抬起头，眼中满含泪水。明轩的公司出了问题，需要一笔钱周转。我就想着先卖了手镯，等过段时间再买个一样的还给你。我觉得头有些晕。你怎么拿到的？我问。上个月你不是让我帮你整理衣柜吗？他说。我看到保险柜开着，就顺手拿了。我想起来了，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那天我正在整理衣柜，接到一个重要的电话，就让林小晴帮我继续整理。当时保险柜确实是开着的，我拿了一些文件出来，所以你昨天带的也是假的。我问。他点点头。我买了一个仿制品，想着先带着，等你发现的时候再想办法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说丢了？因为我听到你和别人说那只手镯是传家宝，价值20万，我才知道它那么贵重。他哭着说。我害怕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想着先说丢了，然后慢慢想办法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卖了多少钱？我问。18万。他说。钱呢？给明轩的公司了。他低着头说。嫂子，我真的会还给你的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我闭上眼睛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小晴，你知道那只手镯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我说。我知道是传家宝。他哭着说。嫂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不，你不知道。我睁开眼睛看着他。那只手镯不是传家宝，那只手镯是我爸爸在我妈妈去世前给他买的最后一件礼物。我说。我妈妈临终前把它给了我，说是希望我也能找到一个像爸爸一样爱我的人。林小晴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。我嫁到这个家的时候，婆婆看到这只手镯，说很漂亮，我就说是传家宝，让她高兴。我继续说道。从那以后，大家都以为这是传家宝，我也没有纠正。嫂子，她的声音很轻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我才20岁。我说。那只手镯是我对她唯一的念想。林小晴哭得更厉害了。嫂子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她说。如果我知道，我绝对不会。小晴，我不怪你为了明轩的事业而着急，但是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商量？我问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困难可以一起想办法。我不好意思开口。他说。而且明轩也不让我向家里人借钱，他说要靠自己的努力。我理解他的处境，也理解他的选择，但我不能原谅他的欺骗。嫂子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他哭着说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没有说话。原谅，也许时间能够治愈一切，但现在我做不到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没有见到林小晴。丈夫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愤怒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，毕竟是一家人。他说。但我知道
他心里也很难过。那只手镯对我们这个家来说，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。1周后，林小晴又来了，这次她带来了李明轩，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。嫂子，这是我的表叔。林小晴说，他是做古董生意的，说可以帮我们找回手镯。我看着那个中年男人，心里涌起一丝希望。你好，我姓陈。那个男人说，我听小晴说了这件事，我想我也许能帮上忙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问。我在这个行业做了20多年，有一些渠道。他说，如果手镯还在本地，我应该能找到。我点点头，那就麻烦您了。不过，我需要知道一些详细信息。他说，比如手镯的具体特征、卖出的价格、买家的信息等等。林小晴把他知道的都告诉了他。18万的价格确实偏低。陈先生说，说明买家可能是想转手倒卖。那有希望找到吗？我问。有，但需要一些时间。他说，我会尽力的。送走陈先生后，林小晴留了下来。嫂子，我知道一句对不起不够。他说，但我真的很后悔。小晴，我不是不能原谅你。我说，但我需要时间。他点点头，我理解。你们的公司现在怎么样了？我问。已经渡过难关了。他说。明轩说，等有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赔偿你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小晴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说。什么问题？如果我昨天没有说手镯是假的，你是不是永远不会告诉我真相？他沉默了很久。我不知道。他说，也许会吧。也许会什么？我问。也许会一直瞒着你。他低着头说，直到有钱买一个一样的还给你。我叹了一口气。小晴，你知道吗？比起手镯的丢失，更让我难过的是你的欺骗。我说。他抬起头，眼中满含泪水。如果你当时直接告诉我实情，也许我还能理解。我继续说道，但你选择了欺骗，这让我很失望。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出现了裂痕。我说，这个裂痕可能永远都无法完全修复。他哭了。这次我没有安慰他，因为我知道有些伤害是无法用眼泪来挽回的。1个月后，陈先生打来电话，找到了。他说，我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在一个收藏家手里。他说，但是情况有些复杂。什么意思？那个收藏家是个很有钱的商人。他说，这只手镯是他花了25万买的。陈先生说，如果我们想要回来，需要按照这个价格赔偿。我的心又沉了下去。他不愿意按照原价退还吗？我问。他说，他也是受害者，不应该承担损失。陈先生说，而且严格来说，他的购买行为是合法的。我明白了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回手镯，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。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我问。可以报警，但是证据不足，而且程序复杂，时间很长。他说，最快的办法还是按照他的要求赔偿。我挂了电话，心情很复杂。晚上，林小晴和李明轩来了，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们。25万。李明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我们哪来那么多钱？明轩，我们想想办法。林小晴说，实在不行，我们贷款，已经贷了18万了，再贷款的话，压力太大了。李明轩说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算了，我说。嫂子。林小晴看着我。我说算了。我重复道，不要勉强了，嫂子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的。他说，如果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？会很好的。他说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是的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我说，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。嫂子，你的意思是
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的意思是，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。我说，就像那只手镯，即使找回来了，它也不再是原来的那只了。嫂子，我不明白。他说，我的意思是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回不到从前了。林小晴看着我，眼中满含泪水。嫂子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永远不会原谅我了？他问。不是不原谅，我说，而是无法忘记。那我们以后，他的声音很轻，以后还是一家人。我说，但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。他点点头，眼泪滑落。我理解。他说，这是我应该承担的后果。也许这就是生活的真相。有些伤害是无法完全愈合的，有些关系是无法完全修复的，但是生活还要继续，我们还要学会在破碎中前行。3个月后，我们搬了家，新家在另一个小区，离原来的地方不远，但足够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。搬家那天，林小晴来帮忙，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明显瘦了不少。嫂子，我想和你说句话。她说。我们来到阳台上，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我应该把真相告诉你。他说，什么真相？我问。其实我拿走手镯的时候就知道它的价值。他说，我听到你和婆婆的谈话，知道它是传家宝，价值20万。那你为什么要说不知道？我问。因为我害怕。他说，我害怕你会更加愤怒，会完全不原谅我。还有呢？我问。还有，我撒谎说公司遇到困难。他说，其实明轩的公司没有问题，我们是想买房子，首付不够。小晴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问。我知道。他说，我知道这会让你更加失望，但我不想再欺骗你了。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？我问。因为我想要一个真正的开始。他说，我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任何的谎言。我睁开眼睛看着他，他的眼中没有眼泪，只有一种坚定的决心。小晴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问。我知道。他说，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恶化，但我不在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一个真正的开始。他重复道，即使这个开始很痛苦，但至少是真实的。愤怒、失望，但也有一丝欣慰。至少他终于选择了诚实。小晴，谢谢你告诉我真相。我说。嫂子，你还会原谅我吗？他问。我不知道。我说。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开始。他点点头。嫂子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他说，我会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配得上你的原谅。也许这就是人生的真相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这些伤害。我们可以选择怨恨，也可以选择释然。我们可以选择逃避，也可以选择面对。我们可以选择欺骗，也可以选择诚实。这些选择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轨迹，也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品质。6个月后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只翡翠手镯，和我原来的那只一模一样，连那个小小的瑕疵都被完美的复制了出来。包裹里还有一张纸条，嫂子，这是我找人定做的，虽然不是原来的那只，但它承载着我对你的歉意和对我们关系的珍视。我知道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，但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拿着手镯，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这只手镯确实不是原来的那只，但也许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开始，一种基于诚实和珍惜的新开始。我戴上手镯，走到镜子前，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和以前一样，但我知道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我学会了如何面对背叛，如何面对失望，如何面对伤害。我也学会了如何选择原谅，如何选择释然，如何选择重新开始。这些都是成长的印记，
也是生活给我的礼物。窗外的阳光很好，我决定去看看林小晴，毕竟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